日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一批员工在网上抱怨年终奖被停发，而广州的银行员工则表示，他们被拖欠预留的职级工资等。这只是中国银行业艰难处境的冰山一角。知情人士披露，上述情况在银行业内极其普遍，员工被削减福利情况早已屡见不鲜。年终无奖金，悲愤难平，浦发银行员工质问资方。2月6日，浦发银行不发年终奖发一封家书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多名浦发银行员工纷纷在微博上表达不满。一位员工吐槽道：“2天无法平静，100日攻坚连3月，一封家书抵万金。”另一员工更是表示，终于体会到家书抵万金的沉重感，这份家书对不起日夜加班却生活全靠家属扛的一线员工。浦发银行的这一举措充分展现了当下中国银行业的窘境。业内人士透露，在整个银行业，削减员工福利的做法早已是家常便饭。许多银行仅发放基本工资、补贴和奖金都被裁撤。以浦发银行为例，2022年其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1.24%， 规模净利润也同比下降 3.46%。2023年上半年业绩更是惨淡，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同比下跌 7.52% 和 23.32%。面对如此困境，浦发银行却将管理层的脑洞开到最大，不发年终奖，而是发一封家书。这份家书的内容竟直接摘录自杜甫的名篇《春望》，将员工比作思念家乡的杜甫，而一纸薄薄的家书就抵万两黄金。这样的安排无异于火上浇油，引起众多员工的不满。一位员工讽刺道：“还有创意啊，这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另一员工也提议，浦发不如把这番心思放在提升业绩上。浦发银行此举可谓失策。一家企业的发展需要员工共同努力，如果连年终奖都无法发放，员工士气必然受挫。与其虚耗员工的积极性，不如设法稳住人心，凝聚战斗力，共度难关。广州银行遭控欠薪打折，工资缩水难以启齿。与浦发银行员工抱怨年终奖缩手相比，广州银行员工面临的处境更甚。他们控诉，广州银行资方此前承诺会按照员工职级预留 5% 至 25% 的工资，并在2023年底全部发放，但至今仍被资方拖欠。更令人瞠目的是，广州银行甚至在12月就已经拖延员工1个月工资。根据员工披露，银行还称会对工资打3至6折，甚至倒贴前发放。这意味着高职级员工可能不但拿不到全部工资，还要自掏腰包赔偿银行。工资被打折甚至倒贴钱，这种荒唐事以前聊天时还当笑话，现在亲身经历，意识到企业确实可以为所欲为，我们这些普通员工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一位广州银行员工向记者倾诉道：“我以前觉得银行工作稳定优越，现在才知道行业已如此艰难，真是泪洒万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记者就广州银行被指欠薪一事联系了银行公关部门，该部门工作人员称，广州银行不存在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年底奖金发放按照规定正常进行。不过，这位工作人员并未正面回应工资打折的传闻。另一位接近广州银行的知情人士也证实，广州银行确实在裁撤员工福利，存在压缩发放工资的情况，只是程度还无法确定。无论真相如何，广州银行在员工工资问题上的态度已让人不敢苟同。一家企业，员工就是其最宝贵的财富。如果连员工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又何谈发展？上海海关福利不在，员工无奢侈品可拿。日益缩手的不仅仅是银行业，上海海关也取消了员工分享罚没旅客物品的福利。过去，上海海关会将罚没的雪茄、名酒或奢侈品作为福利物资发放给员工。
但现在这些伐木物全数进行公开拍卖，所得收入也未分文到员工手中。对此，一位接近上海海关的知情人士直言，随着经济环境转差，海关在收紧员工福利。这种情况下，员工少了福利，士气必然大减。这与浦发银行缩手造成员工抱怨异曲同工。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海关所属的中国海关总署实际是正部级机构，属于政府部门。在这样的国家机关都开始裁撤福利，可见各行各业都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典型的缩手缩脚。当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衰退压力无处不在，外部环境艰难复杂，企业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民营企业倒闭，裁员消息不绝于耳，就连央企国企也深受其害，业绩普遍下挫，成为各界关注焦点。政府层面也不断救市，降息降准，推进基建投资，但资金似乎虽然灌进实体经济，最终却没能有效激活市场活力。因为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和消费者都采取观望态度，不敢轻易松口袋。在这窒息式增长的环境下，银行业能独善其身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不仅浦发、广州等银行业绩下滑严重，就连老大国有银行也难逃厄运。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2022年净利润为2845亿元，同比下降了惊人的 7.04%。建设银行2022年净利润也下滑 4.39%。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业务收入受到极大冲击，比如房贷业务才是大多数银行的轴心业务和利润支柱。可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购房者大幅减少，房贷业务直接被打压的歇菜。新一年中国通缩加剧，不仅银行业，在各行各业都能看到这样的惨状。当下中国经济正面临难以想象的残酷考验，供需失衡和通货紧缩的魔咒正在快速蔓延，而房地产与股市的双向崩盘更是雪上加霜。这场危机的阵中是一个步步为营、束手无策的中国当权者，而爬上断崖的将是14亿中国人民。一场全方位通缩在所难免，中国的通胀率已经跌破0。如今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犹如杯水车薪，在通缩预期的死结下，企业利润与股价齐齐下滑，工资与税收却在疯狂缩水。与此同时，曾经的全球股市宠沪深300指数已沦为表现最惨的基准股指，其背后是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狂泻了 9%。 更让人绝望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彻底失去昔日的光环。自2021年市场高峰后，中国的房屋销量与新开工已经分别狂泻 45% 与 59%。位于金融界的第一线的分析师们一边下滑着他们的 GDP 增速预期，一边在心里建立着中国经济崩盘的相关空头头寸。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经济的摔跤远未结束。国际金融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可能更艰难万分。严重的住房泡沫与股市空头预计会在未来几年内持续地侵蚀中国家庭财富，并严重冲击中国的消费市场。